那天下午，我到厂里开会，因为散会的比较早，我就想着顺路回家吃晚饭。可到了家，家里没人，我这晚饭也没吃成，我就回到了站里。路上在家小店吃了晚饭，还喝了点酒。到了站里之后，我就跟当班的工人在一起玩牌。晚上9点多的时候，我老婆给我打电话，说知道我回家了，她不在。她出去买东西，碰见了二流子马进财，马进财对她耍流氓，对她又搂又抱的。我一听就火了，我就借着酒劲儿去找马进财了。可我找了他1个多小时，也没找到他。我回到站里，应该差不多11点了。我到了站里，我就把门锁上了。你确定你锁好了吗？确定。因为锁门是我们站长值夜班最重要的工作。我锁好了门，然后我在院子里转了一圈，就到锅炉房和刘三成、王良，我们聊了几句。聊几句是聊了几分钟？5、6分钟，7、8分钟，反正没有多久。我就问了问，没什么情况，然后就回到值班室睡下了，一直到天亮。那天晚上我是10点半回到站里，我一进门就发现一个人影在煤堆那儿鬼鬼祟祟的，我以为是偷煤的，就想教训他一下。我走到他身后，拿起旁边的铁锹，使劲拍打了头，试了试，没气儿了。我就背着他进了锅炉房，塞到了杂箱里。一直到天亮，王良来叫我，说发现了尸体。警察同志，我根本就没有在院子里见到什么人，我更没有拿铁锹打什么人，然后再塞到锅炉里。我是冤枉的。你说你在院子里转了一圈，有没有可能藏了人你没看见呢？因为丢了煤都得我们来赔，所以我检查得很仔细，不会有人的。为什么掉下尸体，叫你起床叫了2遍？我睡得迷迷糊糊的，没反应过来。丁宝元，你在里面待了8年，一直在申诉。如果不是你干的，你觉得是谁干的？能给我们警察一些线索吗？那站里边就我们3个人，不是我干的，那就是王良或刘三成，他们2个有条件，一直守着炉子。但是另外那个人什么时候进去的，我也想不明白。你认识死者陈春吗？不认识。想好了再说。陈春是个寡妇，又在大街上做生意，还和婆家打过官司，她在我们那儿挺有名的。我知道她，不认识。确定吗？确定。丁宝元，你认识我吗？陈警官，刑讯逼供。你说什么？刑讯逼供，我是被逼着承认的。是我们把你在春雨客栈摁住，你主动承认人是你杀的，谁对你刑讯逼供？那个老警察。你他妈胡说八道啊！老警察什么时候动过你？就是那老警察逼的我，他逼我承认的。我人还在这儿呢，你就敢撒谎？丁宝元啊，无名是要负法律责任的，想清楚。我没杀人，我是冤枉的。没杀人，我是冤枉的。老陈，你怎么生这么大气啊？你总污蔑我师傅，有没有可能葛队是在你没看见的时候？你啥意思啊？你眼里我们小地方警察啥都敢干是不是？你了解我师傅吗？我们队里有一个警员干了15年，就因为打了嫌疑人一耳光被葛队处分了。丁宝元所有的审讯都有录像的，
查吗？丁宝元这两口子感情还真不错，他在里边8年，他老婆也算有情有义了。可这孙彩云为什么要嫁给丁宝元这样一个男人？你是想说为啥嫁给一个瘸子是吧？丁宝元的老婆子孙彩云是从骆车出来的。彩云姐姐，彩云姐姐，宝元哥，宝元哥，宝元哥，来了吗？听好了，一会儿上我家吃饭呢。啥好吃的呀？好吃的。来了。彩云妹子，咋不叫我进去吃饭嘞？你不有家吗？你回家吃呗，臭德行，快走吧。别闹。宝元哥，嗯，你这回回城里，把我也捎上呗。你这不挺好的吗？到城里干嘛呀？你说我干嘛去啊？你这什么都不会，到城里怎么活呀？我什么都不会，会的多了。我不会缠着你的，我会写字儿啊，我还会算数，当个服务员总行吧？带我去吧。你干嘛呀？别闹啊！别闹！行，你让我想想。哎，毛衣呢？毛衣给我。你不会忽悠我吧？你要是敢忽悠我，我可饶不了你。彩云在电线杆的老丁从电线杆上摔下来了。咋说呀，大夫？伤者是你什么人？是我男人。男人。你们有孩子吗？啥意思啊？他摔下来之前呢，身体遭受过高压电击，很有可能导致生育受损。意思就是说他以后是不是生不了孩子啊？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，只是有这个几率。作为患者家属呢，你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。看得准不准啊？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。哎呀，你干啥呀，大哥？没事，你想尿尿啊？我来。哎，妹子，我来弄，我自己来。放手，我来。不合适，妹子。你有啥不合适的？你哪儿我没见过？我来。哟，尿了。孙彩云嫁给了有县里户口的丁宝元。婚礼当天，丁宝元市里的10几口亲戚，在回城的路上跟一个大货车相撞。无一人生还，丁宝元继承了一笔不小的财产。孙彩云做起了闲太太，每天除了打麻将就是跳广场舞。丁宝元判了死缓，在里边关着，他的财产都由孙彩云掌握着。听起来真像是中了头彩啊！这8年，孙彩云一个人过？问我呀？哎呀，一个人，你们以为
她是劫富烈女啊。哎呀，这话说出来不好听，可自打丁宝云进去，她那张床啊就从来没有空过。哎呀，那个孙彩云啊，跟那个叫关桥的公开的住在一起。关桥？是啊，这事儿啊大家都知道，人家公开的进进出出，当着大家的面搂搂抱抱，还一口一个老公老婆的叫着。哎呦呦，真是没脸没皮，没人管。环保，看路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赵哥，怎么叫宝月哥人家环保呀？你是新来的，你不知道，人家宝月哥养了一个好老婆，拿着他的钱在外面养小白脸，还帮人家出书，他们家朋友都是文化人。安宝，别解释解释咋回事啊？说啊。环保嘛，绿色的。你们几个说什么呢？报告，我给他们讲了一个笑话。注意纪律，安静点。是。宋大妈，这个叫关桥的人是干什么的呀？城里的一个小混混，坑不了别人，就坑孙彩云这样的。那孙彩云啊，出来口口声声说人家是作家。自从傍上孙彩云，那姓关的就不用找工作了，一天到晚在孙彩云家待着，孙彩云养着他。他们俩什么时候开始的呀？睡在一起啊？什么时候认识的？那我不清楚。宋大妈，8年前的笔录，您不是这么说的。我怎么说的呀？您说他俩家庭和睦。老话说，宁拆十座庙，不毁一家人呐。这个孙彩云，一边在外面跟别人好，一边每个月风雨无阻来探监，是为什么呢？都想站着呗。站什么呀？丁宝元还有个前妻，还有一个女儿。犯人家属每个月探监机会只有1次。不能探监，但家属可以写信啊。让犯人情绪波动的信件，犯人是不可能看到的。这个丁宝元，要是已经知道孙彩云偷人，那他今天的情绪管理是可以的。如果一个人坐了8年冤狱，脸上的神情还能这么温顺吗？认命了？那认命，为什么还要坚持申诉呢？我也是凭直觉。你也开始破案凭直觉了？